注意看，这个外表人畜无害的小女孩，真实身份竟是天庭第一闯祸精。就因为把太上老君的金丹拿去喂了哮天犬，她被玉帝一脚踹下凡间历劫。而她的任务更是离谱至极，必须找到一个有缘人，并满足其心愿，才能重返天庭。更要命的是，天庭的神仙们一个失误，竟把她投到了凡间混世魔丸的所在地 A 市。此刻，刚从天上掉下来的吉祥不偏不倚就砸在了一辆豪车前。车里的贵妇人许南星，正是繁星集团的女总裁，但她身患绝症，时日无多，心中唯一的牵挂就是那个顽劣不堪的儿子林家树。正当他为儿子的未来忧心忡忡时，一个小偷突然抢走了他的手提包。没想到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吉祥忘了自己法力全失，竟下意识地冲上去追赶小偷。凭借在天庭练就的敏捷身手，他3两下就夺回了手提包。许南星看着眼前这个无父无母却勇敢善良的女孩，心中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如果自己能有这么一个女儿，那顽劣的儿子在家树在这世间也能有个伴，自己死后也能放心了。就在这一瞬间，吉祥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许南星的心声，原来爷爷赠送的第一个法器读心术被唤醒了。他立刻明白，眼前这个女人就是他要找的有缘人。为了完成任务，吉祥当即开口请求许南星收养自己，做他的妈妈。面对这个仿佛是上天送来的礼物，本就心生怜爱的许南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就这样，天庭闯祸精摇身一变成了百亿集团的千金小姐。可她还没来得及享受有妈妈的温暖，就遇上了她命中注定的克星，那个被仆人们称为魔丸在世的哥哥林家树。家树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妹妹充满敌意，一脸嫌弃地骂她是臭乞丐。吉祥却通过读心术感受到了妈妈内心深处对儿子的失望与担忧。为了让妈妈开心，也为了自己的历劫大业，吉祥决定他要亲手降服这个混世魔王。当晚，他就发现家树正把课本撕得粉碎，叫嚣着绝不学习。吉祥二话不说，冲上去就是一顿爱的教育。只见他使出无情铁掌、无敌风火轮，把身高马大的家树收拾得服服帖帖，哭着喊着求妈妈救命。最终，在家伙时的威胁下，家树只能乖乖坐回书桌前，第一次开始认真学习。这一幕让许南星又惊又喜，他觉得吉祥一定是老天派来拯救他们家的福星。然而，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第二天，在外出差的凤凰男父亲和蛇蝎心肠的小姨南柔回了家。他们表面上对总裁夫人关怀备至，但吉祥的读心术却揭开了一个惊天阴谋。原来，这个男人竟和小姨子早有私情，还有了一个私生女。他们狼狈为奸，多年来处心积虑地把亲生儿子林家树养成一个废物，就是为了掏空公司资产，等许南星病死后，好名正言顺地霸占整个繁星集团。吉祥震惊之余，故意用看短剧得来的知识，当众童言无忌地点破了渣男和小姨子的丑事，吓得两人脸色惨白。为了稳住吉祥，防止他再胡说八道，父亲只好假意同意了收养。躲在房间里，这对狗男女的对话更是印证了吉祥的猜测。他们不仅要图谋家产，甚至连这个刚来的小丫头也想一并除掉。从那天起，一场没有硝烟的家庭战争彻底打响。渣爹一边假惺惺地想带家树去游戏厅继续他的养废计划，另一边则不断地向家树灌输毒鸡汤，挑拨他和吉祥的关系，诬陷吉祥是为了抢走妈妈的爱才逼他学习。本就对吉祥不满的家树彻底被父亲洗脑，决心要把这个入侵者赶出家门。他先是放假蛇想吓唬吉祥，结果反被吉祥罚做了1晚上的卷子。一计不成，他又在渣爹的怂恿下想出了更恶毒的办法。他假装离家出走，将担心他的吉祥引到了后院一个事先挖好的深坑旁。就在吉祥焦急寻找他时，家树从背后猛地一推，吉祥瞬间掉入了漆黑的陷阱中。这个蠢哥哥还以为自己大获全胜，在坑边洋洋得意地嘲讽着，却完全没有注意到他那狠毒的亲爹和小姨已经对藏在暗处的保镖下达了绝杀令，要让他们兄妹俩一个都回不来。吉祥究竟能否脱险？他又将如何反击这对蛇蝎男女的阴谋？